这次全国中医师抗争大会假作天妃宫桥的上海总商会大厅举行。这个会场是上海最宏伟的，有很宽敞的座位，到了这么多的代表还坐不满，于是由上海3个中医学校和药业职工会补充了全部空座，连楼上楼下两旁都站满了人，会期为3天。3月17召开大会。这一次大会本来准备全上海的3000中医停诊，900家药店停业一同参加的，但是这样一来，总商会的大厅容纳不下这么多人，所以只好向医家与药店分发几种标语、旗帜、横幅等，张贴在门口以示响应。我同意备青年中医当天上午就到总商会内外布置一切，并且还组织了纠察队维持秩序，款接组招待各地代表立场。到了下午1时开会时间，各地代表均1时到达，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。大会开幕，先由蔡继平报告筹备经过，后由谢立恒老师主持，接着有6个省代表致辞。可是最大问题就是方言不统一，南方人不懂江浙人的话，江浙人不懂河南、河北的话，有2个代表说得声泪俱下，而台下听的人竟然一句也听不懂。忽然间，有一位福建代表跳上台来，碰台拍凳的大骂卫生会议的一决案。大家虽然也不懂他的话，但是见他那种慷慨激昂的神情，大为感动。我那天担任大会的司仪，见到这般情况，认为要大家一致，唯有喊口号可以鼓动全体的热烈情绪以及统一意志。标语是预先拟定写好的，于是就照标语请张梅安领导喊口号。张氏那时很年轻，中气充沛，声如洪钟，由他先念一句，大家跟着高喊一句，一时响彻行云，好多人热血沸腾。接着由蒋文芳宣布，今天请各地代表你就提案，于明天大会时交来。这天的秩序极为良好。第2天会议把各方面送来的提案搜集起来，逐渐讨论，由丁仲英老师任主席。这一天，各地的代表都先后登台发表演讲。从前集会还没有话筒及麦克风，所以代表发言往往只是前面的人听到，懂不懂还大成问题。这一天，大家讲的话无非是诉说各地中西医家的情况，讲者谆谆，听者渺渺。有人看这个情形不对，说主张提出一个紧急的办法，要派代表到南京去请愿，看看政府当局究竟采取什么态度。到上午便把这个提议通过了。第3天的会议就是讨论代表人数和人选的问题。一谈到人数，麻烦事情就跟着来了。有人提出一个办法，每一省要推出一个代表。那时到会的省份有13省，应该是13位代表。这个提案一下子就通过了。陆元雷振臂而起，要13省当场选出代表，上台来个做5分钟讲话。它的含义就是要考验代表的人才和能力。这一下子却暴露出各省选出的代表都是高龄的名医，一登上了台，连口都不会开。这样一来，就把已通过的第一个办法推翻了。接着又有人主张，不应该以省为单位，要注重人才，而代表的人数需贵精不贵多。大家又一致拥护这个办法，并且当场推选代表。第一个是谢立恒老师，由他做团长；第2个是南京代表隋汉英，由他做南京的领导；第3个是上海药业代表张梅安；第4个是丁仲英老师。丁老师坚决不就，说我情愿留守在上海，还有好多事要办，
推荐蒋文芳做秘书，大家也通过了。第5个代表，各方面提出的10几人，大家争执到面红耳赤，没有解决办法。最后由谢立恒老师发言说，这次运动是陈存仁首先推动起来的，我需要他来做总干事，帮助我们做各种内部工作，有了他，我们的组织就健全了。谢老师此言一出，会场掌声雷动，于是就把这个难题解决了。当晚在大西洋餐馆举行了一个惜别宴作为饯行，各省代表都勉励我们，只许成功，不能失败。我们被感动的眼泪都流了下来。山西代表11人振臂大呼说，我们这次受到上海1届招待，本身用不到多少钱，我们都应该随愿捐款。不但支持抗争运动，而且我们可借此团结全国，组织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，从事于种种改进事宜。此言一出，捐款的人风起云涌，当堂就捐到2万多元。5人代表阜宁请愿5个请愿代表推定后，就在当晚先开了一次小组会议。大家觉得这次请愿前途未许乐观，因为这一次中央卫生会议出席的人都是西医。会议开幕时，蒋介石派员出席读一篇训词，希望国府成立之后改善卫生行政，由全国专家提出建议。那时卫生部部长薛笃弼所说的大致也是如此。可是汪精卫一派的楚民义言辞就不同了，他说，中国卫生行政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医中药，要是行政上的轨道，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，不能算是革命。日本能够强大，全靠明治维新，明治维新能够面目一新的民间运动，就是废止汉医汉药。所以要由卫生会议负起责任，通过全国专家所拟定的提案，交由政府执行，才能算是完成革命大业。看来楚民义在集会时有绝大的领导力，而且这一次会议的主要目的，实际就是要废除中医。中国人往往有一种积习，认为勾结上1、2个要人之后，便气焰大盛，不可一世。如今卫生会议既有120位专家，中间加上了一个中央委员楚民义在内，更是如虎添翼，认为废止中医案一经通过，只要交政府执行，便可以安然达到目的。所以在开会的情绪看来，认为中医废止已在命运中注定了。万不料这一个提案通过发表之后，引起全国上下的反感，成为全国的一个轩然大波，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。